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 今天是8月6号的复盘视频， Lucy 要用技术面结合消息面，双剑合璧，帮你拆解市场。记得点个订阅，再打开旁边的小铃铛，翻倍机会不踏空。今天呢，我们同样从两个方面呢去分析一下。首先呢，要去看一下纳指的一个走势情况。那纳指现在的一个走势呢，是在高位阴阳交错，比较难操作，但是高低切换呢，却是一个好时机。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热点股票呢，今天会给大家分析到 AMD， 还有 PLTR、PCG、Circle， 还有3倍半导体做空，还有 LMT。那如果 Lucy 的分析是对你有帮助的，可以评论区留言888，再次感谢大家的一个支持。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纳指的日线走势图。我们看到呢，纳指创了新高之后呢，是走出了一根大阴线。那近3天的一个行情呢，是走出了一个修复的一个行情。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在纳指收盘之后呢，这样的一个图形的话，就还没有收复掉这一根阴线的一个低点。这个点位呢是 21,122.45 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说现在呢，其实我们之前有教过大家一个大阴线战法，其实呢就现在来说是可以用到的。也就是说它的纳指收复呢，最少它要收复掉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话，后续我们才能说这一次呢仅仅是调整。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呢其实它是一根阴线，然后阳线，然后再阴线这样的一个走势，所以说呢给人一种很难操作的感觉。所以大家在这一轮的过程中呢，其实 Lucy 想说的啊，在这一天的一个视频当中呢，我是有跟大家说后续呢其实不用太担心，这一个缺口呢是会被收复掉的。它这一个缺口的一个收复呢就比较难赚钱，因为你这一天是涨的，而且呢还有这个咱们的粉丝朋友呢是说啊，你看它涨得多好，它不是调整。但是我们去看呢，它不是看1天或者2天，我们是看一个阶段。那如果说一个阶段我们能把这个过程呢能看清楚的话，其实它的一个 K 线我们就不难去分析和掌握它的节奏了。但现在这一个位置呢，其实涨了1天之后呢，第2天就跌回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股票呢它是反弹的比较好的，但是有一些股票呢基本上它没有修复掉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说接下来呢，纳指它有可能会涨到这个 K 线的一个区间内，也就是说它的点位的话是会去到21,100到21,400这样的一个位置。但是它能不能刷新高点啊，这又是一个未知数。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呢，其实 Lucy 有给我们的财生朋友讲到啊，就是它的一个是否是震荡行情，我们接下来呢还是要去看一下市场的一个选择。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最重要的是把自己之前这部分赚到的利润呢要先落袋。也就是说啊，在这个反弹的过程中呢，其实是需要减仓的，把一些资金呢腾出来，后续呢再去看是做多还是做空。所以说纳指现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呢是比较这个容易出现反复打脸的一个过程，它却是一个切换高低位的一些好时机。所以后面的一个这个视频呢， Lucy 会介绍到我们最近呢去抄底的一些低位的股票。所以说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样的一个位置呢就是记好这个点位，它如果说上能站稳这个点位呢，那它就会变成支撑。那如果说上不去的话，这一个点位其实就是压力。那我们来看一下，从纳指的周线呢也能看出一些端倪啊。这个图表呢是周线的走势图。那现在呢，今天是星期三，那它的一个周线呢其实给到的是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阳线，但是我们还有周三、周四、周五的一个行情。所以呢，这边给大家去讲一个比较实用的一个组合，就是5号、6号、7号 K 线呢，这3根其实是一个高点回市的一个反向回马枪的一个组合。为什么叫反向回马枪？其实我们看到5号这一根黄色的 K 线呢，被6号的这个阴线实打实的跌破了。跌破了之后呢，其实我们看到低点是在这个位置，也就是说刚刚出现这样的一个组合之后呢，它后续跟着一个反弹的冲高回落的一个 K 线，其实它会打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就是5号 K 线的一个收盘价这个位置。所以说这样的地方就是给你最后的一个出场的一个机会。所以在现阶段我们可以把它来去看一下，这个高点呢其实是出现在了
这个反弹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这一根阳线，这个阳线的位置。所以说接下来3天呢，我们就要去看一下这个高点能否被收复掉，而且呢这一根阴线能否被收复掉。那么这个就是7号 K 线，也就是本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位。所以大家呢只要根据现在的一个行情的这个判断来看的话，日 K 线大概率呢就是去参考这样的一个阴线的一个区间去操作就可以了。那我的一个盘前广播呢，也会给大家去跟踪到纳指。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它的一个文字描述呢，就是这一次呢是彩虹多带呢，也就是指的是我们这个紫色飘带。它反弹第2天呢就出现了，但是这一根低开高走的一个阳线呢，我之前给大家讲过，像极了我们的一个24年12月的一个调整初期的一个走势。所以说这一次呢，如果说能强势反包高点，也就是21457这个位置呢，只能说是上涨阶段的一个小插曲回调。但是如果说没能成功反包的话，那空头就是还需要释放一些情绪。所以无论如何呢，等待市场给出答案，市场的一个过程，那么仓位还是要随着反弹的高度尽量降低。也就是刚刚给大家讲到的这2天的一个反弹的话，其实是给我们很好的一个降仓位的一个点。那这个就是纳指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AMD 的日线走势图。那 AMD 的话呢，我们来回顾一下，之前 Lucy 是在这一天呢其实是有推荐过，然后呢想让这个财生朋友呢去关注，那么我们也有财生跟着去买了赚了这一波，而我们的一个出场点是在这里。那么第2波呢，它其实是因为这一止跌信号出现呢，回踩了彩虹带的一个上边界，那么走出了第2波拉升。第2波拉升之后呢，它的一个高点呢是来到了182.5块这个位置。那此前呢 Lucy 有分析就是说它在这个高点的一个位置呢，我们看到了龙头引力呢，它是没有资金的一个流出。当然这一天出现的时候，其实下方呢是能看得到有一些聪明资金的一个流出。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第2天我们看到纳指修复的话，同样 AMD它属于半导体板块呢也会修复，所以走了一个这样的行情。那大家看了纳指的一个分析就知道 AMD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话是略显弱势的，而且呢它与纳指的一个走势是非常相似的。这一天的一个阴线就把这个阳线给反包掉了。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位置呢，其实 AMD 的话我们要知道它在这一轮的一个上涨过程中其实是有一些偏离机构成本线的，也就是说机构在这样的一个位置成本价在130元附近，现在 AMD 的股价呢是在175元附近，所以说他们其实这一段是赚钱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AMD 的话它的一个走势呢涨多了就会出现回调。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就是 AMD 它的一个 K 线的图形。那从这个低点连线呢到这里，或者说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那回落之后呢再拉升，这个位置是不是高点不确定，但如果说股价再一次回落的话，那它就形成了一个 M 的一个形状。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如果说它真的是高点的话，那它就是出现了 M 型。所以给大家去画一个比较关键的位置，就是颈线位，这是 M 的一个颈线位。那颈线位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一根 K 线它如果这样跌穿了的话，其实呢就是一个跌破它防守的一个位置，那我们就要去减仓甚至是清仓了。也就是170元这一个位置呢是比较关键的。那这是 M 型我们的一个这个交易的一个方式。那如果说我们从筹码峰来去看的话，其实呢 Lucy 有一直跟踪这个筹码峰在这样的一个成本价的一个位置呢，其实是有一些松动的。松动的意思就是有一些机构呢它是卖出了的，也就是我刚刚说的它的机构成本线呢是在120到130附近，那它现在175的话基本上已经赚了 40%。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只要白色的筹码是有资金来接盘的话，那肯定会有一部分资金呢去卖出的。那这就是 AMD 近期的一个走势。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呢 AMD 的话其实也能代表一部分半导体的一个这个走势。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如果说仓位比较重的，或者说 AMD 呢在这个上面有赚钱的朋友，还是要减一减仓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PLTR 的日线走势图。那 PLTR 的话呢，我是在1天前的一个视频里有去给大家分析。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发生了什么情况。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看到 PLTR 呢它一直是比较稳步的一个上行，
它的一个彩虹带呢，并没有说太大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依照彩虹带的一个上边界可以看出 PLTR 它是一直上行的，也就是说你如果是在某一个点位去买的话，你到现在都是赚钱的。所以说这个彩虹带呢是给了我们一个持仓的一个底气。那 PLTR 的话呢，它是在盘后呢是出现了这个财报的一个公布，那我们也提前去关注了它的一个财报。现在呢整个市场呢就对它的一个股价呢是出现了一个向上的一个选择，也就是说很多资金呢是比空头资金呢要强势，那大家都认为 PLTR 是要上涨的，那主力呢也是不计成本的这个向上拉升，所以它现在呢是刷新了这个高点。那此前呢我们的一个参考位置呢是在这里，也就是160元的一个附近，那现在呢股价是176元，那也大概有 10% 的一个空间。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其实 PLTR 的话它是早有这个迹象的。我们来看一下，我在1天前的一个视频里面有跟大家去讲，有一些机构资金是布局的，我们是怎么看出来的？就是在这一段它的一个筹码峰，而且我也给大家去标出来了。那现在看来呢，其实这些筹码的话，它就是希望 PLTR 还能继续涨，但是他们的一个成本我们可以看到最多的集中是在145元附近。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看到 PLTR 的话145到176的话，它还是有一定幅度的一个赚钱效应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光看财报的话，我们不知道它有什么样的一个选择，但是如果说看到机构筹码结合着一起的话，那我的一个思路就是 PLTR 跌不下去，所以这就是通过彩虹带和它的一个筹码峰去判断的。所以接下来的话，其实昨天我们的一个内部直播里呢，就有给学员们讲到说 PLTR 这种类型的股票，当然不是以它举例子是用 Meta 举例子的，但是图形呢是比较相似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图形的话，我的一个建议呢就是不要去追高，我们可以去依照彩虹带的一个上边界，用我们的一个止跌信号，让大家呢去更好的买在一个低点，而不是去追所谓的结果的一个高点。那么这个就是 PLTR 它的一个日线的一个分析。当然后续的一个走势呢，如果说 PLTR 的话能发现它的一个买点，或者说它的一个防守位置的话，也会跟大家去在盘前广播里去提示。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PCG 的日线走势图。那 PCG 的话呢，近期Lucy 是在这一天去跟大家去分享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呢，它的一个单针探底呢，到目前为止它的一个高点呢是会给到 15% 左右的一个收益。那么它的一个时间呢是4天左右。那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是如何抓到这样的一个买点的。首先呢，我们来看到这个单针探底的一个 K 线的话，那看过视频的朋友呢都知道它是在这样的一个变字之后呢出现的，也就是说从这个多方的一个彩虹带加上这样的一个止跌信号的话，它就是很明显的一个择时的一个买点。那么再向前呢，我们去看一下，其实它在一轮整体纳指都在上涨的过程中，其实这一只股票呢它是属于电力股，也就是说属于是防守板块。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它是出现了一轮下跌，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我所说的我们把科技股的一个高位股去减仓的话，其实高低切换低位股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股票。那它具备什么条件呢？它就是在过程中下跌的一个过程中，这是个黄色飘带。那么空方比较衰竭的一个过程呢，它基本上是出现过2次这样的一个白色 K 线，而每一次出现白色 K 线呢，下面都会伴有龙头引力的一个聪明资金的一个流入。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其实这只股票它早有迹象。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在这个过程，这一天是9号 K 线，那它白色 K 线都没有跌破9号 K 线的话，其实这个位置是买点1。那我们在发现的时候呢，其实我有跟学员去讲过，就是说在你的一个技术成熟之后呢，才能去做这样的一个第一次的一个抄底。那么这个位置呢，其实它还具备了一个条件，就是抄底套餐。那我们现在呢使用这样的一个 AI 系统呢，你比较熟练的话，其实第一个买点是在这个位置，也就是说盖掉白 K 的这个地方。那无论是1号 K 线还是3号 K 线，甚至是2号 K 线，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上车的一个点。那后续的话呢，它高点是在6号 K 线出现的，
而且呢它其实这个黄 K 都没有被跌破过，出现过9号 K 线。那我们说如果你是做波段的话，在3号 K 线上车，6号 K 线出去的话，这4天也大概会给到一个 10% 左右的一个收益。那么这个是第一波。那显然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第一波呢，你说我要是持仓的话，那还要等多几天。它是在这个空方带的一个位置的话，所以我们就知道它不会涨太多。那我们再看一下买点2是哪里，那就是我在给大家去推荐的那一天这个位置。所以说它单针探底之后呢，当天就已经收回掉了这个9号 K 线的最低点，所以它是买点2。那这样的一个辫子后面出现的 K 线呢，基本上就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买点。其实这个买点我们的学员都不用问，他自己就会去操作的。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比较清晰了。那么这2次的一个买点的话，其实给到结果呢是不一样的。那首先我们说这几天给到的一个差价呢是 10% 的一个空间。我们算一下，从这一天啊，我都不说从最低点，我们只要从这一天开始算到这个昨天这个收盘这个位置呢，其实是给到 15%。所以我们会说你的一个空方带跟多方带的一个差别就是它会多赚一些。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它是具备了很多我们的一个知识点呢，今天给大家去讲的比较清晰一些，而且呢结果也给到大家了。所以我们知道，只要有聪明钱的一个流入，也就是我们龙头引力的一个聚宝盆的话，在当下这样的一个震荡行情当中的话，是多么宝贵多么珍贵。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位置呢，龙线出现在了一个蓄势区，而且是走出了一个抬头，我们的 MACD 呢也上穿了0轴，所以说它在这个位置呢是具备了很多我们之前讲的一个知识点，也就是说共振的一个点。那么在这个地方就是你的一个买点的一个确认，所以就会给到你赚钱的一个保障。所以这一只股票如果说你持仓了甚至是我们的学员呢，他有这个想要长期持仓的一个想法呢，那我会来给大家去分析一下，就是在我的一个盘前广播里我有写到，其实它遇到的第一个阻力位，当然如果说你是长期的话，这个阻力位你可以说你不在乎它的一个震荡的话，你是可以继续持有的。那么它的一个阻力位呢，就会给到2个机构成本线的一个位置。第一呢，就是在这个15.5块到16的一个空间，这是它的第一个阻力位。那如果说它遇到了阻力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回调，也是正常的也是正常的情况。那如果说回调的话，那很轻松的我们要去看一下多带的一个位置。那如果说它强势无视这样的一个机构成本线，然后它会来到17块钱的这个位置，所以说那也给我们的一个长期持仓呢一些底气。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会关注2个目标价位，一个是16一个是17。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PCG 呢，你要是有持仓的话呢，是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个位置来去定你的交易计划的。那我们也感谢一下给我提供这样的一个素材的财生朋友。那其实呢，我也有一直在跟踪也在鼓励他这样怎么交易，拿到了同样的一个收益。那我是说你这样的一个练习呢，是我们想要看见的非常好，做得非常好。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中，我想我们的学员呢是非常有成就感的，因为这只股票完完全全是他自己选的，然后自己去交易的，是根据这样的一个图形呢来去判断的。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点拨了一下这个期权的一个操作方法。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就是你学习了之后呢，这样的一个信号呢就会比较清晰了。那在这个过程呢，就是 Lucy 的订阅粉丝们呢可以注意一下咱们的一个财生频道的我的一个盘前广播呢，会写到我近期跟踪的股票的机会，还有交易思路。那如果说你是新订阅的粉丝，那你们呢有整整15天的一个体验期，就是体验这个盘前广播。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拿到这样的一个独家资讯的话，那赶紧去找助教老师去领取。还有第2重福利呢，就是喜欢玩期权的粉丝朋友们，那 Lucy 准备了期权的一些这个入门课程和实战交易的一个分享，是在我们的一个会员视频里。那点击加入的话，你就能成为超级露露粉，就能看专属的期权知识的一个视频。那同时呢，可以学习 Lucy 的实战的期权技巧。如果你成为了超级露露粉呢，我还会再送你盘前广播，时间延长1个月。交易期权是有神器的，不要错过了。那本周呢 Lucy 团队的老师们呢，还专门为大家准备了高手集训营的一个课程，为期5天的高手之徒。想进一步打磨技术分析技能的朋友们呢，如果说你能跟上课并且打卡的话，是有意外惊喜等着你的。
那报名方式呢，就是戳下方置顶链接，找到 Lucy 的助教老师，发送2个字啊，2个字是高手，那他就会把这样的一份福利大礼包送给你。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Circle 的日线走势图。那么粉丝朋友呢，希望 Lucy 去分析一下 Circle。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去跟踪 Circle 了，是因为呢，它在这个过程中破掉了我重要的一个观察点位。那我们来仔细的去说一下 Circle 的一个位置。首先呢，它在上市初期呢，我们已经跟踪过了它的一个拉升，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它的一个反弹呢，我们也跟踪到了一段。但是它在下跌的过程呢，其实我们有在观察啊，它的一个这个彩虹带呢是出现了一个变字，而且呢是弱势一方。那么在这一堆啊这个蓝色 K 线的一个附近呢，我其实是有给大家去分析过的，也就是说机构其实是看空了啊。看空了 Circle 这一只股票，所以当时给到的一个目标价位是130元。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其实是209啊，大概是209的一个位置，我就跟我们的一个学员说，你呢还是要这个先出来看一下情况。那一直没有找到去买入的一个点，所以说其实我们是逃在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那么现在股价呢是来到了153附近，我们来去看一下，那它这个位置到底是不是可以抄底的点。首先我们用黄金分割呢来去分析，其实呢它的 61.8% 和 50% 的话都是有相应的啊支撑可以给到，但是整体市场是看空的。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向下去看 38.2% 和这个 23.6% 这个位置。当然呢我们知道38.2 这个位置呢可能说是比较极致的一个弱势的位置了，那应该不会到23.6 这个地方。那我们来看一下 38.2 这个153这个位置呢是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参考的位置，让我们去做一些分析。首先呢它现在股价呢是下跌趋势，而且呢有一点点偏离了我们的一个空方彩虹带，所以说现在呢偏离之后就要修复，但是它在这个位置其实呢它在拉升的过程中留下了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呢就是140块这个位置。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区域震荡的一些筹码呢到现在还没有去割肉，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这个股价现在来说，我们还不能说它见底了，或者说能抄底，现在是不可以的。但是呢 Circle 如果说你说我不能抄底，那我去做空呢，它现在一个位置呢又比较尴尬。为什么说它尴尬呢？其实它是在下穿零轴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它的一个龙头的这个线是下穿到了蓄势区，但是呢它还没有说能比较容易的见到聚宝盆，所以它现在的一个位置呢是比较尴尬的，是在中轴的一个位置。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其实 Lucy 建议呢还是要去看一下缺口的一个支撑。如果说这个缺口它能不踩，然后在这个位置弹起来，它一定会出现那种白色的 K 线或者是蓝色的 K 线，到那个时候就比较清晰的去参考了。如果说出现蓝色的 K 线，那我们的一个筹码峰在这个位置就有可能出现白色的一个峰值。那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说 Circle 如果说这一些筹码它不降低成本来到这里的话，也就是说这个位置它不减仓或者说不松动的话，这一只股票呢是很难拉升的。喜欢短线的只能去做一些像类似这样的一个日内就可以了，做一些日内的一个交易。但如果说你想做一个像这种就是连续拉升或者说波段的话，那肯定就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说呢 Circle 的话，我还是建议等一等缺口的一个位置再去做打算。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3倍半导体做空。那么近期呢 Lucy 也有在我们的一个内部课里呢去跟我们的学员去讲啊，这个3倍半导体做空呢是如何去参考。那昨天呢其实它走出了一个比较我想要的一个 K 线组合，也就是说在变字之后呢，它是出现了一个止跌的一个信号。在这个地方啊，止跌组合呢是阳包阴，但是它的实体呢就不是很大，也就是说这个绿色啊这个位置不是很大。但是呢好的一点是它在之前的一个聚宝盆呢，基本上啊资金的一个流入呢是有了一些好的一个迹象。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建议大家呢，就是它在启动之前的一个位置呢不是那么明显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60分钟呢就比较清晰了。
那这是60分钟的一个走势图，我们来看一下60分钟，其实它一天只有大概6根左右。那它这一轮的一个拉升呢，我们就能看到，其实是从7块钱涨到了8块4。这个过程我们比较清晰的能看出来啊，大家可以去分析一下，在这个地方其实遇到了绿色线组呢，它就出现回落了，这个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参考的一个点。所以说你会发现在这儿还有这样的2个位置，它都遇见了一个这个绿色的线组，它就出现回落了。所以说现在呢，这一个标的呢，它涨起来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快。那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我们这个机构成本线呢出现了粉色的线组和这个绿色的线组出现一个金叉的话，那它就会继续的一个拉升，而且呢这个价格啊，它这个价格会突破这个绿色线组。这是60分钟。那30分钟的话，其实它已经站在了机构成本线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呢可能会需要2天到3天的一个时间。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择时的话，昨天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点位，但是呢这个本来它是3倍的一个做空的话，就比较会有磨损，所以震荡行情的话，尽量还是在右侧去交易，可以等这个下半周，就是周3、周4、周5看一下它的一个走势。那我会在我的一个盘前广播里呢有提到它的一个位置，它是这个彩虹带出现变资了，然后接下来呢等待市场的一个资金选择。那彩虹带的一个好处就是这个紫色上边界我们是能看得出来的，然后出现了止跌信号就可以买入了。也就是说其实星期二的话我盘前给到的这个呢，其实它盘中的时候是出现了机会的。所以呢3倍对冲的一个品种震荡行情呢会有一些损耗，就是刚刚我们说的所以我们看到60分钟图呢，你还是要这个出手呢要比较精准一些。那这是我在8月5号的一个盘前写的，所以说记住止跌信号的一个位置一定要靠近多方带。其实呢昨天是出现了这个位置，那这个就是3倍半导体做空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表呢是 LMT 的日线走势图。那么之前呢我们财生朋友呢是发现了它的一个抄底套餐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但是呢它是走了一个 W 的一个形态，现在看起来。然后呢我当时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呢，我是说还是防守位设的高一点吧，在这个419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呢盘中呢是给到了白 K 的一个下方，所以说呢这个股票的一个股性就非常重要了。你看它上一次的一个白 K 呢，它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话，所以我们就知道它的一个股性呢，它就有可能会踩到一个实体的一个中间。所以说它在这一轮呢，它踩到中间之后呢，它就出现了连续4天的一个拉升。所以说我们有看到聪明资金的一个流入，加上我们的一个白 K， 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震荡行情都可以闭眼入，这就是我们抄底套餐的一个底气。这个是这个 LMT。那现在呢，其实我们有去看一下它过往的一个习惯呢，它在拉升之后呢，它在这个黄色飘带的一个边界呢，它也不会说出现这个下跌，它可能会1天2天的一个整理之后呢，它会上穿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去看一下这个黄色飘带呢，它能否出现这种上穿的一个走势。当然这只股票的一个股价呢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去做一些低吸的股票，这种呢也算是一个低位股，因为毕竟呢它之前都没有穿过这样的一个这个机构成本线，所以它现在呢股价是在一个低位的一个震荡，那它的一个差价呢是可以去做的。那我们现在还有聚宝盆的一个这个加持，所以说 LMT 的话，其实如果说你有耐心的去跟踪的话，它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股票。那我们来看一下我在盘中的这个盘前的一个提醒呢，是在7月31号7月31号的时候去给大家去讲过。那 LMT 的话呢，其实我们说这个回顾过往，对吧？白 K 呢这个修复还是可以的，修复到中轴的一个位置。如果说它能修复上去的话，就是可以延长到2周。所以真的是给了2周的一个时间比较慢。但是呢，就是说它的一个阴线呢，这个破位我给的一个防守价格比较高了。那我们这个防守位置呢，大家可以去根据它的一个股性呢来去分析的。那我们学员呢都是知道它在这个位置呢抄底套餐它的一个威力。所以说盯紧这个龙头引力，一旦出现聚宝盆的话，就有反弹的可能。所以呢它的一个结果呢就给我们展现了其实呢无惧行情的一个这个走势，只要不是单边下跌的话，其他行情我们这个高低切换，对吧？你可以从半导体里面去切换呢，切换到一个低位的，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PCG 也好，还有这个 LMT 都是一个低位的一个股票。那最近呢它涨起来的话，我们也不担
担心。这就是对这个低位股票的一个分析。那咱们的今天的分析呢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了，拜拜。